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持续，中国密集展开外交斡旋。2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先后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沙特及伊朗外长通话会商。王毅着力强调，以色列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应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方站在和平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就巴以冲突提出4大要点。来看看详细报道。15号，在应约与伊朗外长通话时，王毅表示，中方支持伊斯兰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加强团结协调，发出一致声音。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加沙地带出现严重人道灾难，造成更多无辜平民伤亡，进而损害地区和平局面，断送中东和平进程。行使自卫权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包括保障平民和被扣押人员安全。以暴制暴只能造成更大伤害，带来更严重危机。王毅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地步，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长期遭到搁置，生存权长期不能落实，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这种历史不公应当尽快结束。阿卜杜拉希扬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危险，战争正在不断扩大，应尽快采取行动，阻止对加沙平民的袭击，缓解加沙人道局势。伊方希望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愿就此同中方加强沟通。此前一天，王毅还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王毅表示，中方反对和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因为这违反人类基本良知，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应认真倾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各方都不应采取任何使事态升级的行动，而应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费萨尔表示，沙特对当前巴以局势发展深感忧虑，谴责一切袭击平民的行为，反对以色列强行将加沙民众迁移至地区以外。沙方认为，中国为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着重要和根本性的作用。沙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免遭伤害，落实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有关决议。冲突发生后，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就巴以冲突与多方紧急沟通。王毅本周也多次就事态进行回应。他指出，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14号，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巴以冲突交换意见。而此前一天，在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后，王毅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将派遣中东问题特使于近期访问地区相关国家。中国政府的中东问题特使将于近期访问地区的有关国家，为推动停火止暴、局势降温做出积极的努力。外交部网站显示，连日来，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密集同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沙特等中东地区国家外交部负责人通电话，就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同各方进行沟通，呼吁各方推动局势降温。在出访中东前，翟俊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巴以局势的政策主张有4个要点，即停火止战、避免人道灾难、推动冲突降级、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翟俊强调，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牵头开展斡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下个礼拜呢，我将会到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一些有关国家去访问，同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协调。我们工作的方向就是停火止战，保护平民，缓和局势，推动和谈。13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还在安理会召开的讨论巴以局势的紧急磋商中阐述中方立场，赞赏埃及等有关国家正在做出的努力。中方支持开展外交斡旋，保障被扣押人员人身安全和人道需求，并尽早得到释放，平安回家。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and there's an emerging voice in the Council that we should take action to really to tackle the humanitarian part, and then to really to prevent the further deterioration or a humanitarian disaster.
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国务卿防长紧急前往以色列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方面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一方面也试图平息阿拉伯盟友的担忧。14号，美国总统拜登还罕见的首次同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领导人都通了电话，但美媒爆出，美国的中东盟友似乎并不愿意紧跟美国的步伐。根据白宫披露的消息稿，拜登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时，双方就保持约旦河西岸和边境地区稳定进行了讨论。阿巴斯在与拜登通电话时表示，有必要在加沙地带开辟一条紧急人道主义走廊，向加沙居民提供水、电力和燃料等基本物资和医疗用品，并强调不会接受以军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地带。拜登向阿巴斯重申，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尊严和自决权。实际上，一切都是在围绕着，一旦哈马斯被推翻之后，谁来接盘的问题。那么这个接盘手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这个呼吁这个为加沙百姓开辟这个人道主义通道然后呢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这个同美国现在帮助以色列完成这个他的这个清剿行动的这个政治需要是客观上是相吻合的，所以美国呢会推动这个事朝这个方向去走。同日早些时候，拜登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介绍了美国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进展等情况。The two men have spoken almost daily since this war began, since the unprecedented attack that Israel suffered. It's very clear this president wants to stay in close communication, in close touch. 深圳卫视注意到，两通电话结束后，拜登当晚在一场公开演讲中，将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与不同版本的仇恨联系起来，并称必须要制止这种仇恨。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Gaza.Innocent Palestinian families, and the vast majorit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amas. They're being used as human shields. We have to reject hate in every form. 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后，向美媒表示，美国将竭尽一切所能支持以色列。但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以色列对加沙人民下最后通牒时，奥斯汀选择回避问题，并称美国没有义务要求以色列做任何决定。Did you ask them to create those humanitarian corridors? We talked about that, yes. Are you asking Israel to delay a ground invasion until those safe corridors can be established? We are not asking Israel to delay or to speed up. That's their call, Nick. My focus is to support them, provide them the security assistance they need.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中东地区展开密集访问。《华尔街日报》称，布林肯在访问以色列后，决定延长中东行程。当地时间15号上午，布林肯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举行会谈。此前一天，布林肯在抵达沙特后，立刻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了会见。It's a disturbing situation. It's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the primary sufferer of this situation are civilians. Civilian populations on both sides are being affected, and here it's important, I think, that we all condemn the targeting of civilians in any form at any time by anyone. None of us want to see suffering by civilians on any side, whether it's in Israel, whether it's in Gaza, whether it's anywhere else. 打脸的是，布林肯前脚刚刚抵达沙特，后脚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此前力推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可能将被推迟。法新社也指，沙特方面已经将决定告知了美方官员，而恢复对话的前提将是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让步。自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实现了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数月，沙特在美国拜登政府牵头下，就用美沙安全保障协议交换沙以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就在20多天前，沙特方面透露一份协议在即，沙特很快将和以色列建交。回溯过去几天阿拉伯国家各自的表态，不难看出，冲突发生后，美国的角色变得微妙且复杂起来。11号以来，布林肯先是到访以色列，表达美国的支持，此后又分别与约旦、卡塔尔、巴林、沙特及阿联酋领袖会面，寻求与地区盟友合作，防止冲突升级。据报道，布林肯还将前往埃及，进一步就当前局势积极斡旋。
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阿拉伯外交官批评布林肯此次中东之行，直指布林肯就是为了替以色列说话，并改变外界对以色列入侵加沙这一事件的叙事。报道还指，美国官员正在敦促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采取措施，防止或遏制以色列可能入侵加沙所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事实上，美国力求阿拉伯盟友与哈马斯划清界限，并非易事。例如，布林肯刚刚访问过的卡塔尔，作为一个不结盟的阿拉伯国家，一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卡塔尔希望能够在其境内设立哈马斯政治办事处，以便就哈马斯在以色列挟持人质一事上同各方进行沟通。因此，美方官员也逐渐意识到，要让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公开反对哈马斯几乎是不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中东国家也在动用自身的力量平息当前紧张局势。11号，沙特与伊朗领导人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进行了首次通话，讨论当前的巴以局势。伊斯兰合作组织14号宣布，将于18号在沙特吉达伊核组织总秘书处总部举行部长级特别会议，以商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以及危及平民生命和该地区整体安全与稳定的问题。各个国家呢，我看现在他这个反应啊，大致基本上都是这个比较清醒、客观、冷静、理智的啊，只是在对以色列的谴责措辞上有差别而已。眼下呢，大家都是要把这个加沙这个事情啊，现在给平息掉。平息掉以后，根据下一步巴勒斯坦局势的发展，也根据以色列的政策走向，那么大家再来这个调整自己的政策。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场爆发在中东的冲突也激化了欧美国家内部的民意撕裂。在美国的各大校园里，都出现了分别为巴以双方声援的示威游行。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数百名学生分成两派，分别为巴以冲突的双方声援示威。People over there to know that they're not hidden, even though they're hidden from American media. I'm Jewish, I'm Israeli. My mother's Israeli. I have family there. And honestly, we're in pain. 在哈佛大学校园内，也有大量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在图书馆外的草地手举解放巴勒斯坦标语。其他美国高校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受到影响，出现了类似的紧张局势和抗议活动。在欧洲，作为欧洲最大穆斯林和犹太社区所在地，法国各地也举行了多次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法国内政部长以担心反犹主义抬头为由，下令禁止所有挺巴游行，但此举随即引发强烈反弹，当地警方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等驱离抗议民众。不过，更让欧洲国家担忧的是巴以冲突持续升级所导致的难民危机。13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警告，欧洲可能会被新一轮巴以冲突波及，因为这场冲突可能将导致更多的中东难民涌入欧洲，不仅会引发反移民人士的抗议，还将加剧欧洲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支持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中方密集同各方斡旋沟通。王毅强调，中方站在和平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您对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巴以冲突演变成战争是有复杂的历史经纬，既是美西方对以色列长期拉偏架而导致巴以矛盾长期积累而突然引爆，也是国际社会长期无视巴勒斯坦人的建国要求而形成的绝地反抗。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平民是不对的，而以色列借助消灭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进行炮火攻击，也遭到了强烈反对。美西方供货交油、扩大战事，更是暴露其霸凌性格，无助于解决当下的危机，更可能把巴以冲突扩大成中东战争。现在这个黎巴嫩、叙利亚都走到战争的边缘上了，急需公正、理性、人道的解决方案来停火降温，走出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对此中国外长王毅呼吁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避免冲突扩大，保护平民，防止局势升级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要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挥应有的作用。中方明确提出，这个解决巴以冲突的办法就是切实的落实两国方案，也就是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独立的国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以色列早已经是一个实力不俗的国家，而巴勒斯坦却始终无法真正独立建国。巴以和平共存
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也就无法保证。中方的呼声呢，得到了比较多的国家和组织的认同。王毅外长与美国、欧盟、阿拉伯联盟、沙特等外长沟通，中东特使密集地同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通电话，就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同各方进行沟通，反复强调破解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出路在于回到两国方案基础上恢复和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是沟通最全面的国家之一，并且没有像这个美国那样咄咄逼人，派出2艘航母还要胁迫其他的国家，也没有像欧盟一样知道巴以冲突的根源所在，却畏畏缩缩，不敢提出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案，总是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中方的发声呢，也是一碗水端平，既注意历史经纬，也关注当下的人道灾难，把降低伤亡、解决问题作为头等大事。因此，也有西方政治学家认为，中美共同担当巴以冲突的调解者，也许呢能真的解决长期遗留的问题，给中东带来持久和平。但愿国际社会能够快速的行动，尽快促成和谈，不要再让更多无辜的平民死在炮火之中。那么，您对于国际社会各方对巴以冲突升级的反应又有怎样的观察？对当下的巴以军事冲突，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减少平民伤亡。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呢，都在给以色列总理打电话时说，要确保无辜的平民能够获得水、食物和医疗服务。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战争不停止，保障平民的安全就是一句空话。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基本上呢有4种观点。首先是美国，作为以色列的支持者，基本上是赞成以色列军方发动地面战争，全歼哈马斯。美国把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而不是巴勒斯坦境内的一个武装组织。但是呢，美国又担心巴以冲突会变成中东战争，所以呢，也在向沙特、伊朗、黎巴嫩等国施压，不要参与。其次是欧盟，他们呢对以军打击哈马斯基本上持支持态度，但是对巴以冲突的历史渊源呢，还是知道的很多，所以强调以军要克制，不能在打击哈马斯的进程之中伤害平民，并且呢，把以色列要求加沙北部的上百万巴勒斯坦人南迁看作是不遵守国际法、违反人权。欧洲认同2国方案，但是呢，又认为这不是明天的解决方案，不可能很快的实现。欧洲内部的另外一个担忧呢是难民问题，担心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撤出以后，最终可能会被分散到欧洲各国。欧洲各国呢对接受难民颇有分歧，很多的国家呢是不愿意背上难民的负担，替美国分担难民问题。再次呢是中东地区国家，他们呢对巴勒斯坦人充满了同情，但是各自的利益又迫使他们呢同以色列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对美国呢怀着不信任、不抛弃的态度。多数国家呢呼吁双方立即停火。只有美军的巴林和阿联酋谴责了哈马斯的袭击，但是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等明确支持哈马斯。这背后呢是有美国的影子。反美的国家支持哈马斯，不反美或者是反美程度比较低的国家则希望停火和谈，以军呢不要学习加沙。即便是灭了哈马斯，还有别的武装组织呢会生长出来，他们对2国方案还是持支持态度，但能否对这个实现没有抱太多的希望。最后呢，就是中俄等国希望立即停战谈判，不要再加大军事攻击，在联合国框架内以2国方案为核心展开谈判，使得延续几十年的巴以冲突呢得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日渐升温，蓝营开启冲锋模式。14号晚举行的造势晚会上，中国国民党大佬悉数出席，现场涌入近5万人。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现场喊话，外界对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有所误会，希望大家能把对自己的爱也转移到侯友宜身上。由于韩粉为数众多，会让侯友宜的支持度提升。此外，备受关注的蓝白阵营合作也有了新进展。14号晚，侯友宜在新北市举行首场竞选总部成立造势晚会，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等人出席。据主办单位估计，现场涌入近5万人。
造势晚会以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开场，讽刺民进党执政弊案重重，呼应下架民进党主题。侯友宜批评表示，民进党执政7年多，台湾安全、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不断退步。光电利益让绿营大发财 ，IMB 诈骗集团还有进口的鸡蛋都让他们大发财，后面通通是谁？新潮流面目重重，一手遮天。民进党不是在点亮台湾，是在恶搞台湾。以表态愿促在野整合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也来替侯友宜站台。他表示，外界对侯友宜有所误会，但这是错的。他说，他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时，侯友宜对他说：“你要我做什么，直接交代。”而当他被罢免时，第一通致电关心的人就是侯友宜。韩国瑜强调，侯友宜的黑锅背得很大，希望大家去除对侯友宜的误会。请把对我的爱转移到侯友宜身上。我要告诉侯友宜市长，不要担心，韩国瑜来到这里，人也来了，心也来了，大家说对不对？对。国民党自10月14号起开启冲锋模式，将在20天内为侯友宜连办5场万人造势活动。从现在相关的民调对比来看，侯友宜仅能获得大概蓝营6到7成选民的支持，这恐怕也是现在目前他的民调为什么迟迟无法与柯文哲拉开距离，无法与赖清德进行较量的关键性因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蓝营的内部的整合确实出现了一系列的这种利好的因素。一方面呢，这个韩国瑜有效地展现了自己所谓的人气王的优势，充分地为侯友宜进行选举的站台。那么我相信后期如果声势持续上涨的话，随着所谓的韩粉的持续的回归，侯友宜确实民调会继续往上走。与此同时，蓝白合作也有了新进展。蓝白阵营幕僚会前会于14号完成，双方在理念上多有共识，也认同举办辩论会，只是双方在比民调的方式上有所分歧。民主式民调，你会觉得公平吗？我们下午有喂食鲨鱼的时间，请大家准时。柯文哲面对媒体追问就是不答，其发言人陈志汉反问：当初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初选时，怎么就不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解释，党内跟政党联盟不一样，这个开放式初选比较常用在政党联盟。大家知道这个党内跟政党联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党内的话，我们的标准就是民调，还有干部评鉴，还有党员投票。而这个开放式的初选比较常用在的是政党联盟。民众党主张由5间民调公司参与，市话首级各半，采对比式民调，以平均数决定结果。国民党则认为应采用开放式初选，由民众持政治认同卡实名投票，也就是要虚验身份证，展现直接民意。走到这个投票所，而且还要签一个这个所谓的意思就是防止灌票的这样的一个认同稿。有台湾学者分析认为，金溥聪的构想让民众党措手不及。事实上，这也是重中一拳，打在无法在全台都提区域民意代表的民众党。基本上，他就能够让国民党的基层，尤其是73席立委，先有个操兵的机会。打组织战来讲，这一招当然对国民党也是比较有利。当然，相对民众党听到这一招以后，会有一点点觉得说，哦，这样子下来，我们完全靠民调的优势可能就看不见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钮泽勋认为，蓝白双方提出的方法都对自己较为有利。柯文哲阵营抛出比民调已有多日，侯友宜阵营一直都没提出可以被量化、简单清楚的应对方案，话语权较为薄弱。如今应对方案已提，双方至少有谈判空间，不会想让谈判过程功亏一篑。大家都有很多的大头，那当然有一些小异，那这个小异大家就要继续的沟通。距2024台湾领导人选举不到100天，岛内多数民意支持再次政党轮替，而且多项民调数据都显示，只有蓝白合政党轮替才可能实现。如果蓝白不合，结局一定是双输。我认为不会谈不起来了。柯文哲的智慧跟国民党的度量，应该蓝白合还是水到渠成。民进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14号到台中参加多场造势，并喊出决战中台湾。
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本月21号还计划举办首场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气候辩论会，邀请侯友宜、赖清德、柯文哲同台辩论，但赖清德办公室临时确称不出席。对此，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痛批赖清德根本是落跑、说谎、漠视、背弃，不仅临时取消参加辩论，还说谎从头到尾没答应参加。难道赖清德是真的想要躺着选吗？从近期赖清德的一切的表现来看，他似乎已经进入到了一种所谓的好瞎一整的这种状态。因为赖清德评估自己，只要掌握所谓的声律基本盘，只要非律势力不能进行有效的整合，似乎自己的赢面就很高。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把躺着选的姿态，我觉得其实引起台湾社会民众的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一种所谓的傲慢的体现，也展现出了一种典型的懒政的思想。